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那些赵丽颖说过的清醒台词，句句精准，第5句最绝。这次的风吹半夏，赵丽颖又打了一场胜仗，再次感叹她是真的很会选剧本。在风吹半夏里，赵丽颖借许半夏的嘴，贡献了不少人间清醒的台词。想想她最近几年的角色，似乎总能说出一些让人醍醐灌顶的话，就比如下面这几句：我这么年轻，不想赚钱，我想什么？这是风吹半夏里的台词。许半夏想跟武建设他们一起做生意，武建设却看似好言相劝地跟许半夏说，让她一个小女孩不要总想着挣钱的事，最要紧的是应该是找个好男人嫁了。许半夏告诉我们，年轻不一定就是一个女生要赶紧把自己嫁出去的资本，而是努力奋斗，为自己争取的时候。一个独立的人要在社会上立足，一定要有赚钱的能力，这是独立的必备条件。而且这也是把女孩子的野心堂堂正正地放在明面上的一次展示。谁说女孩子最好不要说关于钱的话题？用自己的努力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活，没有什么羞于启齿的。饶人处且饶人，给别人留一条后路，说不定以后也是自己的一个退路呢。许半夏果断、勇猛、有魄力，也够狠。可是他知道不能把人逼到绝境的道理。再弱势的人一旦被逼急了，也有可能做出意想不到的反击。赵丽颖饰演的盛明兰其实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，是赶狗入穷巷，必遭反噬。这也是这两个角色用这种方式的遥相呼应吧。遇人遇事，给别人留余地，就是在给自己留余地。毕竟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永远没有处于弱势低谷的一天，也不是所有人都有那个运气，能一辈子顺风顺水。感情这个东西我没办法将就，我也不能勉强自己。许半夏面对苏医生这样一个在别人看来很好的对象，还是没办法让自己坦然接受，因为不合适就是不合适，没感觉就是没感觉，这些事情都骗不了人。也许他也从中得到过温暖，也许处于低谷时的自己也曾经想过妥协于眼前的美满。可是那些温暖和美满真的是自己需要的吗？还是只是对于现实问题的一时逃避？如果用一些不成立的理由说服自己半推半就接受一段感情，很有可能给这段感情增加过多的思想负担。尤其当两个人都是很好的人的时候，那种沉重的感觉会折磨自己也折磨对方，最终消磨掉那仅剩的温暖。既入穷巷，就应该及时掉头才对，不可等一世消磨，悔之晚矣。这是明兰说过的话。有多少人明知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没有前方的路，还不肯停下，就是因为觉得前面走过都会浪费。可是改正的第一步就是停止，转向也许会耗费一时，但沿着错误继续下去，会搭上一辈子。孰重孰轻，我们应该学会分辨。与其扬汤止沸，不如釜底抽薪。有时候明兰的决断和清醒，也是不输许半夏的。虽然造成两人这种性格和作风的背景原因不同，但在某些方面都是很拎得清的女人。扬汤止沸，还会再次翻腾；釜底抽薪，才是真正终止根源的选择。遇上一些应该快刀斩乱麻的事情时，想想这句话：这世上人与人之间，往往是比谁更能豁出去。明兰已经贵为侯府夫人，诰命在身，拥有了被很多人羡慕的身份地位，但是当祖母的生命受到威胁，她不会顾及太多，而是不惜一切去为祖母讨公道。长白也没有屈从母亲和外祖母家的情感绑架，也没有顾及自己的功名前途，坚持要给祖母一个交代。人能够豁出去，要么是拥有的少，要么是那个理由足够重要。人不应该只是活下去，
还要能活得明白，活出自我和幸福，比起许半夏来说，没有那么飒爽。如果许半夏是野蛮生长，那何幸福就是顽强生长。但是在何幸福身上，也可以看到那种为自己好好活着的意志力和信念感，努力活下去，去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。1天不行就10天，10天不行就100天，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遗余力地坚持向前奔，是何幸福的生命力。也告诉我们，如果认准一件事，要相信坚持的力量，相信可以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。